四妹在街边遭人调戏，飞天敏气得大喊一声：“喂，你们干什么？”飞天敏不接受任何的道歉，所以几个混混便要转身离开。然而事情已经超乎了想象，因为飞天敏最恨别人欺负弱小。你大哥是谁？告诉他，严老九，九哥就是我们大哥。这还真是冤家路窄，严老九是飞天敏的仇家。二话不说，飞天敏抬腿就是一脚，之后便上演了一出拳脚大战。几个混混不是飞天敏的对手，所以短短不到5分钟的时间，这些家伙就被揍得仓皇而逃。飞天敏想要乘胜追击，但是红姐却一把叫住了他，因为这天是五妹回家的日子，多年未见，五妹已然嫁为了人妻。不过她的老公却是一个灾星，名叫子傲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，所以整个故事都是因他而起。坚叔作为小麦加工厂的老板，向来与面食店的严老九很是不和，如今各种包子的价格越卖越贵，可是面粉的单价却止步不前，加上严老九又跟坚叔提出了赊账，从而导致坚叔也改变了以往的思路。没错，他想砍掉中间商这个环节，由自己加工包子来便宜售卖。不得了，这是要断人财路的节奏。况且老大又提出把店开在严老九的隔壁，这显然是要对严老九赶尽杀绝。对此，严老九也使出了阴招，而一脸狡诈的子傲也正是他的妻子。之后两家像往常一样携手合作，直到某天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话说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坚叔带着全家的男人去戏院看戏。至于为什么会全是男人，这个问题要去问该片的导演。客官，你要写什么？明灯一盏，小心灯火，出来！坚叔评价他俩的演技太差，岂料台上的戏子是听得一清二楚。于是乎，其中一个便拔出了手枪，之后对准坚叔就是砰了一枪。事情太快，众人都来不及反应。虽然飞天敏和几个兄弟的身手了得，但是这样也架不住对方的人多，所以这晚他们注定是要以悲剧收场。本来飞天敏还有一线生还的机会，可他却傻乎乎的坐上了汽车，而且还是一辆装有炸弹的汽车。如此，坚叔家的男人全数归西。等五妹和子傲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家中的女人早已哭的是梨花带雨。之后几个男人的葬礼也不算隆重，因为一切总检才能弘扬美德。葬礼当晚，由监嫂领头组织了会议，他们全都知道是严老九干的好事。我跟安叔分析过，最有可能的就是严氏兄弟那帮人。不过碍于手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所以在四妹想要去讨回公道的一刻，红姐道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凶杀。对此，兰姐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，他们当务之急不是要报仇雪恨，而是赶紧稳固面粉加工厂原有的实力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对方有所顾忌。然而他们始终还是忽略了一点，好在红姐有超出常人的感知，并且还对子傲产生了严重怀疑。或许是为了证实心中的猜想，红姐在子傲身后跟了整整1个晚上。但是其他姐妹也没有闲着，比如四妹与三嫂准备去清洗贼窝，奈何严老九的妻子是个顶级高手，所以三嫂和四妹差点就要海吃大亏。等红姐赶到现场的时候为时已晚，毕竟知道子傲的秘密是要遭来横祸，而红姐的下场也没有好到哪去，她被一群杀手给追得无路可走，逼不得已才选择了跳楼逃生。可是这严老九却对她痛下了黑手，看着子傲一脸惊恐的样子，估计很多人都想把她给暴揍一顿。家中的男人已经全部死绝，如今剩下的女人又被送走了2个，所以监嫂一口气没上来就昏死了过去。兰姐对眼下遭遇感到深深的无语，而五妹从始至今都未怀疑过自己的老公。当然，这是一个正常女人的操作。不过在兰姐问起子傲身世的一刻，五妹却突然感觉这个男人有点陌生。没错，子傲的出现是个超级偶然，而且他俩结婚也没见到子傲的父母，这不禁让五妹感到了后怕。抱着是要找出真相的心理，兰姐和五妹在海边达成了共识。医院中，红姐因伤势过重而变成了植物人，可即便如此，她还是看向了子傲。兰姐知道红姐所要表达的含义，于是便当着众人与五妹大吵了一架。其实她这样就是为了让子傲落入圈套。当然，子傲对此也毫不怀疑。碍于严老九的势力过于庞大，兰姐不得已才结合了坚叔的旧识，只要得到这些股东的支持，那么她就可以保住面粉加工厂的运作。然而，子傲终究还是感到了不对。九哥，二嫂原来没死啊，现在正在急救，怎么办呢？这种情况当然是选择凉拌。严老九向来是爱惜人才，所以他把兰姐约到自己的包子店中，然后由严老大与之闲聊了很久，其目的就是想让兰姐臣服于他。兰姐不傻，她深知严老大的野心，于是便将计就计，暂时瞒过了对方。而此时的子傲却已经想着要走，哪知兰姐把一切真相全都告知了五妹。不得了，五妹的决定是大义灭亲。随后她谎称监嫂有事要跟子傲商量，而子傲不以为然，便信以为真。所谓羊入虎口是命在旦夕，伴随监嫂此刻讲出的故事，大家也终于看清了子傲的身份。原来坚叔以前的面粉生意做得很大，但是其中一个名叫子清的合伙人，他因一袋面粉而与坚叔分道扬镳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，可他仍旧觉得是坚叔对不起他，所以他的儿子被他洗脑成了傀儡。正事不干，反倒是一心想要搞垮坚叔。眼看事情的真相已是板上钉钉，子傲秉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原则，拿出手枪并还当场挟持了五妹。要知道，五妹可是他的结发妻子，对于这种丧心病狂的家伙，兰姐自然是送他领取了泡面。男人别杀！
亲手那捧供出来，无下狼贼。解决玩家里的叛徒之后，兰姐也正式采用了回本手法，所以严老九的下场将会是惨不忍睹。本来故事可以到此告一段落，但是导演的想法却异于常人，因为他要让五妹一个人去单挑对方，并且还顺带一点五妹被人搜身的场景。不得不说，五妹的牺牲很大。总之，她凭借一己之力降服了严老大，结果又无奈似的摆平了严老九。整部电影的剧情看似还算可以，但这王老威的手法总是有些粗暴。之前看过很多有他导演的作品，可是每部电影都缺少了一种角色，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，所以这种衙门女将式的复仇确实有点浮夸。